哎，最近我们家大胖媳妇换工作了，去大学当老师了。我婆婆听着时候，第一个问我，她教啥呀？我说英语。我婆婆说，她儿子到现在一句哈喽不会说，这事儿学校不知道吗？自己儿子教不会，教大学去了，学校咋想的？我说这就叫桃李满天下，家中皆苦啊，皆苦。但大胖媳妇对于这份新工作那是非常兴奋，非常珍惜，但又非常紧张。她吧对教的内容不紧张，她紧张的是她知道她最有名的事儿是曾经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常用上厕所这个事儿。她就是害怕不管啥时候学生看见她都无法从这个雪儿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影响她授课的这个严肃性。我说这样你也别紧张，我陪着你，咱去学校在各个教室门口都站一会儿，看那些课上的好的教授人咋上的。你呢细致一点观察这个教授的这个动作神态细节，然后你呢模仿外加找规律，越是细节上的东西越注意，照猫画虎8、9不离10。他真跟我那在门口观摩了很久啊。有个教授呢确实神采飞扬的，我俩都非常喜欢。我说你就找个没人地方，你就照他练，为明天做一下彩排，你就像他这样肯定没问题。结果他呢，人家上课时候那种语言表达、动作细节精华他都没学着，人家教授上课出中央5分钟前面有个蚊子，让他学着了，以为是名师授课技巧呢。哎呦我的妈！那俩孩子都非常崇拜他爸，要去学校给他爸送饭，和他爸一起吃，让我给他们的爸爸做，怕他爸在学校吃不好。我说他最多是吃不饱，孩子们都来帮忙啊。最后拿铁早达一人带了一份小的，给他爸准备了一个大的，我们就去了。到那俩孩子抱着给他爸精心准备的午餐盒，可爱奔向了爸爸。爸跟饿狼似的，接着饭一把就把小饭盒里孩子午饭倒自己饭盒里了，以为那是给他配的小咸菜呢，幸亏让我一把抢过来了。人家那是我给孩子买的光合星球光合面，你面煮好，小灌汤热一下拌里头，几分钟就能吃上，营养又方便，口味也多，汤鲜面香，菜和肉量也多，别从孩子嘴里叨食了。像你不会做饭也能上手。咋样，张大铁？大学好不好？怎么个事儿？别走了呢，别走了呢。呀，这不是早达拿铁吗？干啥呢？我约着呢。你俩来这儿干啥呢？我要来找爸爸。你爸在大学干啥呀？爸是老板，老板。张大铁说英语了，但是他说的英语是铁岭限定英语，这种英语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英语的人听不懂。Thank you, 拿铁。留啥？张大铁莫名其妙抵触说英语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咱也不知道为啥。一直到上一个周末，情况还依旧如此。上周末早达同学过生日开 party， 早达就非得带着他弟弟去。那张大铁老干部呢就不爱去这种应酬，他老嫌人家闹腾，人家玩游戏，你看他。早达玩得很开心，但是我看张大铁那个完全不融入啊，就让我想起了我爸我妈出国的样子。我就给他叫过来，我跟他好好唠唠。我说你咋的了，拿铁？张大铁说他们围着我转说话，哇，我迷糊。我就鼓励张大铁，我说其实妈妈早就看出来了，你其实可以听懂很多英文单词，你是最棒的，你完全可以跟他们沟通，不要害怕。他听完完全没有反应，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就是不沟通。我当时已经放弃了，但是谁能想到3天后，他居然自己开始主动说英文，因为他遇到了爱情。虽然他说的英文他爸都听不懂，但是也许能证明一点，能让一个男孩突然奋斗的只有爱情，只有爱情。耳边全是英语的一天，张大铁要疯了。回家路上才得片刻安宁。为了能装下我们全家出行的零食和孩子们的小车，我们专门体验了一把东风日产探路，入门享高配，大家庭出行首选，3排超大空间，航空椅超舒适。那一天晚上，在小广场上，张大铁骑自行车的时候，遇到了一名澳洲女子。女孩迎面骑来，因为旁边横放着一个垃圾车，于是艾莎车和恐龙车在转角相遇了。那个女孩看张大铁的车挺好玩，就用英文问张大铁：“小哥哥，我可不可以骑一下你的车？”张大铁想都没想，张嘴就是一句说。从那一刻开始，铁哥就说英文了，我们一家都很开心。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说的英文全是用汉语逻辑说的。Hi, how are you? Good, beautiful. Pardon me? 我都爬一次等哦，然后爬的。No pardon me? 你这人咋这么爬的呢？我奶有爬的我，有爬的我。张大铁第一次人生告白，现场还发生了一起事故。张大铁问他姐怎么用英语说我好帅，他姐和他爸一起教他。被爱情圣火点燃的张大铁，在家对着镜子练了6遍。I'm handsome. I'm handsome. I'm so handsome. I'm so handsome. I'm handsome. Handsome. I'm so handsome. You're so handsome. You know. You know. I know what? You know him. 有。这个不是
下午终于在小区门口遇到了他的女孩，没想到这临时抱佛脚的英语终究是经不住考验。那个女孩骑车过去，张大铁背对着余晖，面朝着爱情，从车上站起来喊出来一句 I am so hamburger. So hamburger. 一个人如果英语不好，最好不要跟外国人装英语好，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全家出去旅游了吗？这次旅游早达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借他一部手机，我就把我旧手机借他了。早达非常开心，一路上就拍照去用。那张大铁是怎么一个好面的人，你们也知道，受不了了。我也有。电话簿、工具箱。旅游的路上，老外就特别喜欢在车上拿手机放歌。早达现在有手机，人家也加入了。张大铁看着也得放。我也可以看。高端的音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传播形式，那就是把手机摁关机再开机。你所幸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好日子。你还别说，直接给布莱恩洗脑了。他爷布莱恩看着张大铁这老人手机就夸：哇哦，好有手电筒感的一个手机！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张大铁一听来劲儿了，这几天就可劲儿给布莱恩安利自己的老人手机，说的天花乱坠呀，还教布莱恩怎么打电话才是最带派的。最后海滩上一堆人在看一个小老头教一个外国真老头怎么带派打电话。哇，你干啥呢？去虾。哇，你干啥呢？买东西的时候，张大铁告诉他爷随便挑，我付钱。他倒不是撒谎，每次张大铁用老人手机请客的时候，都有家长在旁边真给他付钱嘛，也没有人忍心告诉过他，他付款的时候这个逼是不管用的。你得第一声才能成功。张大铁跟他爷说，你就不用管，你拿，我扫码就行。扫完就走了。他爷也很疑惑，问他 How do you pay for that？ 我不知道反正没人追我。布莱恩被彻底种草了，这不是爷爷奶奶第二天就要离开回加拿大了吗？张大铁还没忘了炫耀呢。你回加拿大，你可买不着这种手机了吧？他爷说，那你就把你的cell phone give me 吧，把你的手机给爷爷怎么样？张大铁本可以说他英语不好，然后找我翻译一下，人家不，直接标英文。他想说的是东北经典式反问，我给你啥呀？我给你。结果他翻译成英文说的是，我给我用啥呀？我啥都给我用，我光给我一个，我傻呀？我给我用这个充电器，我都不给我，我都不给我。结果呢，翟耀达虽然会汉语，但是对东北特有的正话反说式汉语还没有完全精通。翟耀达还热心肠的给布莱恩翻译了，他翻译的是，我的弟弟说手机可以给你，把充电器也给你。我们就去睡觉了，手机就留在了电视柜上。天真的我寻思，老两口要走了，挺圆满一个行程。我这次从海边回来很开心，以前不敢在海边疯玩，我这敏捷海风一吹，太阳一晒准泛红。遇到换季皮肤也会闹点小情绪，用镇炎速修精华放心多了。红利都在卖的院线品牌，4重蛋白合力修护，急救泛红，修护屏障，提亮肤色，让你一瓶感受3重焕变。老外的确是只听字面意思的直肠子。第二天老两口回加拿大了，我家几口人一一惜别之后，布莱恩做完了和中国的一切道别。张大铁那一瞬间还挺难过，觉得哎呀多好的爷爷就走了。忽然